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说下今天早上叫小凤借20万的视频。第一，就是为了试探一下小凤，如果她真的能借，那我这边最少10倍的奉还。就像现在很多视频看那些假乞丐一样，然后就去问那些买菜的阿姨讨钱。如果您愿意给他，那你这个人就是真心真意的值得信赖。我这一辈子跟我合作的每个都是女人，所以小凤有点吃醋。跟我合作的每一个女人里边，她都有点看不顺眼。我第一个师傅是平南的，第二个女师傅也是麻洞的。认识他们2个师傅之后，风生水起，然后又和光哥大姐合作。他既然又和我大姐过意不去，后来我带那些女主播，他又给脸色那些女主播看。现在开农家乐了，光哥基地这边确实也是大量的投资。光哥这边出地方，还有原来的房子。一开始我跟大家讲，我光哥是有合作人的，所以我们的名字呢就叫光哥基地蓝天农家乐。也没有小凤说的那样，说我占了什么干股。我们是一起合作，有利润一起分，一起投资啊。然后我在这边带这些人直播，带这些表妹表姐直播，然后呢在这里唱歌跳舞，朋友们过来也可以在这里唱歌跳舞啊。因为这个地方风景非常好，环境优美，并没有小凤说的这样周围都养有猪啊，只是上面很远的地方有一点点猪，但是确实没有闻到任何的猪味啊。也没有小凤说的那样，我们下面那条河是黄黄的那个水。我想问你，河水永远都不是很清的，河水就是河水，是农村人就知道河水是什么颜色的。再说到了，我光哥确实做过很多行业，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可。因为我这辈子的女人缘特别好。我18、19岁在这个地方创业，开了3年的宵夜摊，那时候生意特别火爆，请了10几个小妹妹在这里当服务员。到了20岁，光哥就出去跑江湖，跑了几年，然后呢就在市区里边买了房买了车。那时候确实有点风光，买的房不是30、20万的房，是100万以上的房。之所以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也不想讲当年的事情了。后来呢，只可惜那个时候儿子的母亲就离开了我，去另一个世界，去另一个地方去发展。唉，我说这也是我人生中最失败的事情。怎么讲？因为他愿意净身出户，啥都不管，啥都不要，儿子不要，房子不要，车子不要，存款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因为那时候我在外面摆地摊，早出晚归也是挺困难的。正所谓顾得事业，顾不了家庭。我知道我是一个事业狂，我很爱事业，我也知道没有事业啥都不是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如果一个男人没有事业，没有自己的工作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能吃软饭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搞的这个农家乐，有山有水，
绿化排污已经全部搞好。小凤既然说我的河水要怎么样，那里要怎么样，你是不是想黑我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这样子讲了，你这样子讲是不讲武德。朋友们过来的看得到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哪了不投资啊？啊，我之前也有房子啊，现在我也出有钱啊，我们也是一起出钱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可以唱歌，在这里吸引那些人过来唱歌啊，一些玩的会议啊、party 啊、生日啊，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办啊。这就是我的资源啊，我怎么没有出呢？20年前我在这里发家致富，现在是20年后了。20年后，难道我们赚到点钱了，不应该回来再搞回农家乐吗？绿化环保，难道会有错吗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这里山清水秀，这边要好，环境要好，空气要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可以在这边一边赚钱，一边养老，一边教小孩，都可以的。钓鱼、打桌球、打麻将，是吧？唱 K、搞烧烤。那在这里又没人吵，这里旁边基本上都没什么人的，只是这里有一户，那里有一户，还有很远的地方才有的。你们可以过来看的，这不是吹牛，是吧？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好的环境，你说去哪里找？很难找。再说了，小凤，你说我精，那你难道你愿意去嫁一个很傻的人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我肯定不会做亏本的生意的，我这辈子都是做生意的，我一直都是这样讲。但是你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，我们这里赚到钱，难道到时候你没有份吗？是不是？都叫你回来收钱了，你又不回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这个事情就是，你说你买房了，之前好像听你说过，但是不知是真是假。你也要说你要供房，那你供房没有钱，你可以跟我讲啊，我给你一次性交完，